佛手瓜清脆多汁，味美可口，營養價值較高。佢唔單止可以做菜，又可以當水果食。佛手瓜咧又名咧呢個合手瓜、壽瓜、合掌瓜、安南瓜等等。咁佛手瓜嘅食用部分咧，其實係佢嘅果實，佢分為咧白色品種同埋綠色品種兩種㗎。而喺我哋大家喺市場上咧見到更多嘅係咧呢個綠色品種㗎。大家好，我係謝生。呢一期嘅影片咧，我哋嚟講講佛手瓜。咁佛手瓜咧，佢係原產於墨西哥中美洲同埋咧西印度群島㗎。咁1915年咧進入我哋中國，喺中國江南一帶咧都有種植㗎。其中咧以湖南、浙江、福建、廣東、台灣係比較多嘅。另外咧，佛手瓜嘅病蟲害咧係極少㗎，所以咧佢喺栽培嘅過程中咧，佢好少用到農藥，係一種比較放心嘅蔬菜水果。其中咧綠皮佛手瓜咧，佢嘅種植比較廣泛都比較常見。咁佛手瓜嘅水分含量咧係高達94.3%㗎，所以咧食佛手瓜係補水又解渴嘅。佛手瓜咧佢唔單止水分含量充足，其他嘅營養成分比如膳食纖維維生素 B2 硒同埋葉酸含量都唔錯㗎。維生素 C 含量咧為100克佛手瓜咧含有8毫克㗎，比西瓜咧稍為高啲，係西瓜嘅1.4倍。咁喺瓜字輩嘅水果裏邊咧，佛手瓜嘅膳食纖維咧都算可以㗎。佢不溶性嘅膳食纖維咧為100克佛手瓜咧為1.2克，係西瓜同埋哈密瓜嘅6倍，係木瓜同埋白蘭瓜嘅1.5倍，都係黃瓜嘅2.4倍。咁食佛手瓜喺補充水分嘅同時咧，仲可以幫我哋補充一啲膳食纖維，咁樣咧對增強我哋嘅飽腹感促進我哋嘅胃腸蠕動，維持我哋嘅腸道健康方面咧都係有幫助嘅。咁喺民間咧，佛手瓜咧被譽為蔬菜中嘅西褲，佢嘅硒含量咧係高達每100克佛手瓜含有1.45微克㗎。呢個含量咧比絕大多數嘅常見嘅蔬果都要高㗎。硒係我哋人體必須嘅微量元素，佢參與調節我哋嘅甲狀腺功能啦、新陳代謝啦、血液循環啦，仲可以維持我哋正常嘅免疫功能。另外咧，又有資料顯示，新鮮嘅佛手瓜咧100克咧，佢含有呢個葉酸咧93微克㗎。呢個含量咧係蘋果嘅近15倍㗎。其中咧，指南係建議一般嘅成年人咧嘅葉酸需求量咧係為一日咧400微克嘅啫。咁我哋孕期女性嘅建議補充係一日600微克㗎。咁充足嘅葉酸咧嘅攝入咧，佢唔單止可以幫我哋預防呢個胎兒嘅神經管畸形，仲對一啲成年人嚟講都好重要㗎。比如可以預防呢個睾酮型半酰胺酸血症㗎。如果我哋食上200克新鮮嘅佛手瓜咧，就可以滿足一般成年人每日葉酸需求量嘅47%啦。同時咧，佛手瓜又含有豐富嘅黃酮類化合物，佢有呢個抗氧化、抗炎嘅作用。佢有助於我哋咧清除體內多餘嘅自由基，仲可以幫我哋咧降低血脂同埋膽固醇，預防動脈粥樣硬化同埋其他慢性病㗎。唔同嘅顏色嘅佛手瓜裏邊咧，綠皮嘅佛手瓜佢個抗氧化作用咧，同埋清除自由基嘅能力咧會更加強烈。另外咧，對於正在減肥或控制體重嘅朋友嚟講以及係控制血糖嘅人群嚟講，佛手瓜嘅熱量都係比較低嘅。每100克佛手瓜咧，只係有咧18千卡熱量㗎，比西蘭花都要低。另外咧，每100克佛手瓜含有嘅碳水化合物量咧係為3.8克㗎，比口感唔甜嘅牛油果都仲低。咁中醫認為咧，佛手瓜歸脾、胃、肝、肺經嘅。咁緬甸民間中醫藥記載咧，佛手瓜有疏肝理氣、和中化痰、行氣止痛、開胸利膈嘅一個功效嘅。咁有啲中醫咧用佛手瓜嚟緩解一啲由於消化不良導致嘅胸力脹痛啦，或者係食字嘔吐嘅呢啲症狀㗎。
更有啲朋友問謝醫生啊，網上咧有關佛手瓜有毒嘅信息，呢個係咪真嘅咧？咁而家咧網上的確係有啲關於佛手瓜有毒嘅信息，其中大部分咧都係同食用呢個佛手瓜過敏有關嘅。其實咧佛手瓜所含嘅蛋白質同埋多種嘅天然活性成分咧，確實有可能引起我哋大家輕微嘅過敏反應㗎，例如出現一啲皮膚痕癢啦、發紅啦，同埋輕度腫脹嘅呢啲症狀㗎。生活中咧有啲人用刀切佛手瓜之後咧，佢會發現呢個手部有發癢，甚至係脫皮呢啲現象㗎，原因就係呢啲過敏嘅。但係呢一種情況咧，一般咧淨係出現喺少數過敏體質嘅人身上啫。大多數人適量食用佛手瓜係唔會出現咧安全問題㗎。所以講佛手瓜有毒係唔啱嘅。另外咧都有網傳話食佛手瓜可能咧會導致呢個致癌。有啲人話咧就係因為佛手瓜咧佢經過炒製之後咧可能會產生呢個丙烯酰胺嘅。而呢個丙烯酰胺咧，佢係一種咧2A 類嘅致癌物，即係我哋人類食用之後咧，有可能有致癌嘅物質㗎。咁其實咧，佛手瓜經過高溫炒製，的確係會產生呢個丙烯酰胺嘅。呢個主要係由於某啲氨基酸其中主要係天冬氨酸同埋葡萄糖同埋其他一啲還原糖類物質喺高溫下咧。加熱一段時間之後咧，就會發生呢個美拉德反應導致㗎。咁呢種反應咧，佢就會形成呢個丙烯酰胺。其實咧，丙烯酰胺係廣泛存在於一個油炸食品烘烤食品或者係膨化食品，以及係煎烤食品當嘅食品當中㗎。咁我哋日常家庭咧，佢烹調咧、炒菜咧、煎炸咧、烤製咧，都有可能咧產生丙烯酰胺嘅，唔係講呢個係炒佛手瓜獨有㗎。同時咧，丙烯酰胺雖然係一種咧疑似致癌物，但係冇謠言中描述得咁可怕嘅。丙烯酰胺致癌作用嘅安全攝入量上限咧係每千克體重咧2.6微克㗎。幾個神經毒性嘅安全攝入量咧為每千克體重咧40微克㗎。大多數成年人咧需要一次性咧食幾斤、10幾斤爆炒嘅佛手瓜先到達呢個上限量㗎。所以咧，雖然炒佛手瓜有可能會產生丙烯酰胺，但普通人我哋正常食嘅量咧，一般嚟講係唔會對身體產生咩危害㗎。咁從烹調嘅方式嚟講，爆炒佛手瓜所產生嘅丙烯酰胺咧會比水煮佛手瓜產生得多。所以咧，建議大家都係水煮佛手瓜更加好。另外咧，從營養角度嚟講，都建議大家選擇蒸、煮、燉呢啲低溫嘅烹調方法嚟煮菜，因為咁樣都可以保存食物中更多嘅營養物質㗎。更有啲朋友就問：謝醫生食用佛手瓜仲有乜嘢需要注意嘅咧？首先咧，我哋要注意避免前面講嘅佛手瓜過敏嘅人群嘅食用，以免咧我哋試入之後咧，出現咗皮疹紅斑等呢啲過敏嘅症狀，嚴重嘅時候咧，仲有可能會造成過敏性休克嘅，威脅過敏者嘅生命健康㗎。所以咧，如果對佛手瓜過敏嘅朋友就唔好食啦。另外咧，佛手瓜含有比較高含量嘅膳食纖維，咁對於本身就係出現腹瀉等呢啲胃腸道唔適症狀嘅人群嚟講，係唔係適宜食用㗎？其中呢個含有嘅膳食纖維咧，佢會加速我哋胃腸蠕動啦，可能會導致呢個腹瀉症狀加重㗎。另外咧，從中醫角度嚟講，由於佛手瓜咧係屬於溫性嘅食物，所以咧，如果係陰虛體熱嘅人嚟講，係應該少食一啲佛手瓜㗎。更有啲朋友又問：謝醫生佛手瓜應該如何挑選同埋儲存嘅？其實咧，挑選新鮮嘅佛手瓜咧，第一就係睇外形。新鮮嘅佛手瓜，佢表皮係鮮嫩嘅，外形係類似合十嘅一個手掌，佢個表皮乾滑冇異物，果皮表面嘅縱溝咧係比較淺。如果你嘅呢個瓜形比較古怪，表皮有啲比較赤手嘅小刺，講明呢個瓜咧已經係比較老啦，口感比較差，所以係唔建議購買㗎。第二咧就係睇眼，我哋用手呢一啲
如果比較硬咧，講明呢個佛手瓜嘅水分比較多，肉質咧係比較飽滿充實嘅。如果係呢一啲比較容易鬆軟咧，就講明呢個佛手瓜咧已經係比較老啦，水分流失都比較多嘅。第三咧就係聞屁味，新鮮嘅佛手瓜咧，佢自帶一種咧清香嘅瓜果氣味嘅。如果係有異味咧，就講明佛手瓜嘅肉咧可能已經變質腐爛噶啦。咁講到佛手瓜嘅儲存咧，佛手瓜比較驚低溫嘅，個儲存溫度太低咧係好容易發生呢個冷害噶。咁有研究顯示咧，佛手瓜適宜嘅儲存溫度咧係10°C左右嘅啫。普通家庭放喺冰箱儲存就得啦。如果佛手瓜比較新鮮，而且表皮係冇外傷嘅，都可以放喺室溫下保存噶。已經切開咗嘅佛手瓜，可以用保鮮膜覆蓋切面，放入冰箱中冷藏保存，2到4天內食完就 OK 噶啦。因為咧時間長咗咧，佢表面嘅切口咧就容易變質。雖然睇起嚟咧佢冇咩損害，但係咧佢個內部咧可能已經係變味或者係霉變噶啦，所以大家要盡量咁早啲食完。多謝大家。